Hello，大家好，我是小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一个新的资料形态，叫做列表，英文是 list，L-I-S-T。那我们今天也会介绍列表的一些用法哦。好，首先什么是列表呢？列表它是一个可以存放很多值的资料形态。那当我们今天资料量在变大或是变复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使用列表这个资料形态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管理我们的资料。那怎么说呢？我们举个例子哦。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存放一个班级里面学生的成绩，那先假设这个班级里面只有5位学生，那我们是不是要命名5个变数，然后再个别存入他们的成绩嘛？像是这样。假设我们用 score one 这个变数存放第一位同学，那假设他90分。score two 存放第二位同学的成绩，假设70。score three 假设存放第三位60分，那第4位50分，第5位80分。好，那这样子大家是不是觉得有些麻烦呢？因为我们现在只有5位同学，我们就要命名5个变数，然后再个别存入嘛。那如果我们有10位同学呢，我们不就要这样写10次？那如果有100位同学呢，我们不就要写100次？好，那这样想起来就感觉很麻烦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列表可以派上用场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写 scores， 然后呢等于一个列表。那要怎么样创建一个列表呢？创建列表的方法是一对中括号，然后里面写上我们想要存放的值哦。那假设我们今天要存放的是5位同学成绩嘛，就90、70、60、50、80哦。那中间用逗号隔开，这样子呢，我们就创建了一个里面存放了5个学生成绩的列表，我们就不用像下面这样命名5个变数这么麻烦咯。好，那我们直接把它印出来看看，就得到了这个5位同学成绩的列表。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列表里面存放的是数字这个资料形态嘛？那当然，我们想要存放的是字串或是布林值也是可以的哦。假设我们今天要存放小白的朋友有哪些，那我们可以这样写：小白的朋友，假设有小黑、小黄、小绿。好，那我们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哦。我们直接把它印出来。那我们这样就得到了里面存放的是字串这个资料形态的列表。那如果我们想要存放的是布林值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我们存放的是有混杂不同资料形态的列表呢，也是可以。所以第一个是数字90，第二个呢是字串小黑，第三个呢是布林值 true，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哦。我们直接印出来看看。OK， 这样就得到了存放了3种不同资料形态的列表。好，那接下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取得列表里面的值，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取得这个学生的成绩好了，我们想要取得90，这一位同学他的成绩，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写 scores， 然后呢后面加上一对中括号。那这对中括号呢，里面要写上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第几位，代表我们想要取得的是第几位。那90呢，它是第0位嘛，所以我们就写0。那这边为什么是第0位呢？因为我们说过 Python 的世界所有的数字都是从0开始算的，所以90就是第0位，70是第1位、第2位、第3位、第4位哦。好，我们执行。就得到90哦。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的是50呢？它是0、1、2、3哦，第3位。OK， 就得到50。
好，那假设我们今天想要取得的是列表里面的倒数第一位，也就是最后一位的话呢，我们可以写-1哦。-1的意思就是倒数第一位，那我们执行，就得到80，因为我们倒数第一位，也就是最后一位是80嘛。那如果我们想要取得的是倒数第二位，我们就写-2哦。执行，就得到倒数第二位50。那如果我们想要取得的是倒数第三、第四，那就一样哦，就是-3、-4，以此类推哦。那再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取得的是列表里面的90跟70这两位好了，那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可以写0冒号2哦。0冒号2是什么意思呢？它意思是说，它从第0位开始取，那一路取到第2位之前不包含第2位哦。第0位是90嘛，第2位是60嘛，所以呢，它一路从第0位开始取，然后取到第2位之前不包含第2位哦，所以就相当于是90跟70。我们执行，就得到90跟70。那再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取得的是70、60、50这3位好了，那我们就可以写1冒号4哦。为什么是1冒号4呢？因为1冒号4的意思呢，就是从第1位70开始往后取，那一路取到第4位80之前，然后不包含80，就不包含第4位，那就是相当于这70、60、50哦。OK， 就得到70、60、50了。那再来呢？假设我们想要取得的是第1位，就是70之后的所有数字，那包含70的话呢，我们可以这样写哦：1冒号，然后后面不接数字。1冒号的意思呢，就是从第1位开始取，然后一路往后取到我们的字串结束哦。好，就得到70，一路到结束的80。那反过来，如果我们想要取得的是这个80往前，那不包含80，一路往前到这个字串的开头呢，我们可以写冒号4哦。冒号4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取得第4位以前，那不包含第4位的所有值哦。执行。就得到了我们从第4位一路往前，那不包含第4位的所有值。好，那我们这样子这个中括号的用法呢，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点熟悉的感觉哦？因为呢，我们在字串的那个部分也有用到中括号的用法哦。那我们那时候举的例子是这样子的哦，我们说有个变数叫 phrase。然后呢，里面存放的是一个字串，叫 Hello Mr. White。好，那我们那时候是这样子说的哦 ，phrase。假设我们想要取得 phrase 里面的 h 这个值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双括号0嘛，因为 h 是第0位嘛，所以呢，我们执行，就得到 h。那如果我们想要得到 n 呢，它是0、1、2、3、4、5、6，第6位嘛。那我们执行，就得到 n 嘛。好，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中括号的用法哦，跟我们刚上面介绍的列表的中括号的用法哦，都是相通的哦。假设我们想要取得 hello 这个字串，那我来写一下 hello。好 ，h 是第0位嘛，1、2、3、4、5、6、7、8、9，一路往下。那我们假设我们想要取得 hello 这个字串，我们就可以写0冒号5哦。为什么呢？因为想要取得 hello 这个字串，就相当于从第0位一路往后取，那取到第5位之前不包含第5位嘛。好，那我们执行，就得到 hello 了。那假设我们想要取得这个 Mr. White， 也就是从 n 以后到我们的这个字串的结束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写6冒号。6冒号的意思呢，就是从第6位一路往后取到结束哦。执行，
就得到 Mr. White 这个字串哦。好，那我们这边这个中括号的用法，字串的中括号用法，跟我们这个刚刚我们上述列表的中括号用法都是相通的哦。OK， 那再来呢？假设我们今天写错了，就是说我们第一位同学呢，他其实是30分。但是我们误写成90分，那我们想要把这个列表里面的这个90分，也就是第0位这位同学成绩改回30分，我们可以怎么写呢？我们就直接 scores， 那我们要改的是第0位嘛，我们就中括号0，然后呢，我们要把它改成30分，我们就把它写等于30，这样子我们就把列表里面的这个90改成30了。那我们再把它印出来看看。执行，就发现了我们的这个90分这位同学呢，他就被改成了30分哦。OK，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一些列表很好用的函式哦。那第一个是 extend 哦，假设我们拿这个 score 来当示范 ，scores， 那这个 extend 的这个用法呢，是加上一个点，一个列表加上一个点，再加上 extend，extend，然后一对小括号。那这一对小括号呢，里面还要再写上一个列表。假设我们今天写的是 friends 这个列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 extend 这个英文单字是延伸的意思嘛？那我们把 scores 这个列表做延伸，那它延伸的对象呢是 friends， 那就相当于我们 scores 这个列表，它会在后面再接上 friends 这个列表。那我们直接执行看看哦。我们 extend 完之后呢，我们把它印出来，就发现了 friends 这个列表，它所有的值都接到 score 后面哦 ，score 这个列表后面。好，那这个就是 extend 这个函式哦。那再来呢，第二个函式叫做 append，append。那 append 这个函式的用法呢，是一个点加上 append， 然后后面加上一对小括号。那这个小括号呢，里面要再写入一个值哦。那 append 这个函式的意思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个列表后面再加上一个值哦。假设我们在后面写的是30好了，那它的意思呢，就是它会在我们的 scores 后面再加上30这个值哦。我们执行看看，果然我们的这个 score 这个列表后面又多了一个30哦。好，那这是 append 这个函式，就是在我们的列表后面再加上一个值。那再来呢是 insert。insert这个函式的意思呢是插入的意思哦。那这个函式呢，我们必须要写2个参数哦。第一个参数是我们要插入的位置，第二个参数是我们要插入的值哦。假设我们今天写的是2.30好了，它的意思呢就是我们想要在这个 scores 这个列表里面的第2位插入30这个值哦。好，那我们插入完印出来，我们执行看看。我们会发现这个30哦，它就插入在70的后面，因为这个70的后面就是第2位嘛，0、1、2，它就插入在第2位。那原本的这个60、50跟80呢，就直接往后移了。OK， 我们30插进去，插到这个位置，然后呢，后面的60、50、80就都往后移。好，那这个是我们插入的这个函式哦。那再来呢是 remove，remove 这个函式呢，我们要传入一个值哦。那假设我们传入的是90，那它的意思呢，就是它会帮我们把列表里面90的值给删掉哦。那我们本来这边有个90嘛，那它就会被删掉。好，我们执行。我们发现我们开头的这个90就不见了哦，因为我们把它 remove， 也就是移除掉了哦。好，那这个是 remove 这个函式。
那再来呢是 clear 这个函式。那这个函式呢，它是清除的意思哦，它会帮我们把我们的列表全部清空哦，会变成一个空的列表。那这个函式呢，这个小括号里面不需要传入任何的值哦。我们执行，会发现我们的 scores 这个列表就变成一个空的列表了。好，那这个呢是 clear 这个函式。那再来呢是 pop 这个函式。pop 这个函式呢，一样，我们后面接一堆小括号，然后也不用传入任何的值哦。那 pop 这个函式呢，就是它的意思就是移除我们列表的最后一位哦。那我们这边做 scores pop 就相当于它会把我们的最后一位80移除掉哦。那我们执行，就发现我们的80就不见了，我们的最后一位就不见了。好，那这个是 pop 这个函式哦。那再来呢是 sort sort 这个函式。sort 这个函式呢也是一样，不用传入任何的参数。那这个函式呢，它会帮我们的列表做排列哦，由小到大做排列哦。那我们这边 sort 完之后，直接执行看看，把它印出来，会发现我们的90、70、60、50、80哦，被做了排列。它由小到大排列完之后呢，然后我们印出来了嘛，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由小到大排列的列表。那这个是我们 sort 这个函式哦，它可以帮我们由小到大做列表的排列。好，那再来呢是 reverse 这个函式哦。reverse 这个函式呢，一样不用传入任何的参数哦。那 reverse 的意思呢，这个函式呢，就是帮我们把我们的列表做反转哦。那什么是反转呢？就是90、70、60、50、80哦，它直接反过来，90变成最后一位，70变成倒数第二位，那其他下面都是一样哦。我们执行看看，会发现我们整个列表整个反过来了哦。本来我们的90是第一位嘛，就变成最后一位；70是第二位，就变成倒数第二位。那全部都反过来了哦。好。那再来呢，我们要介绍的函式是 index 点 index 这个函式呢 ，indx， 然后后面一对小括号，里面呢要传入一个值，那这个值呢代表的是我们想要找的值，然后呢这个函式会回传给我们那个值的位置哦。那假设我们这边 index 里面写的是90。那相当于他找到这个90在第0位之后呢，他就会回传给我们说，哦，90这个值在第0位哦。那我们执行，就得到0。那如果我们想要找的是60呢，那我们执行，他就告诉我们60在0、1、2第2位哦。好，那假设我们有2个60好了，那我们执行，它还是回传第2位哦。因为 index 这个函式呢，它会回传给我们它第一个找到，也就是最前面的那个值哦。假设有2个60，它就会回传最前面的那一个给我们。好，那再来呢，最后一个函式是 count count 这个函式呢，就是数的意思，它会告诉我们。假设我们里面写的是60这个值，它就会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列表里面有几个60哦。那现在是2个嘛，那我们执行，它就回传2，告诉我们里面有2个60。那假设里面有3个60好了，我们执行看看，它就告诉我们有3个60哦。那如果我们想要找的是有几个80呢？我们执行，它就告诉我们有1个80哦。那假设我们找的是70呢，执行，它就会告诉我们里面没有半个70哦。好，那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一堂课的内容。那这边再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函式呢，这些用法呢，并不是要大家把它全部背起来哦，只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印象，哦，原来有这样子的用法。
那如果我们之后在写程式的时候呢，有需要用到类似的功能，我们就可以想到哦，有这样子的函式可以使用，那我们再回来找这个函式是怎么用的就可以了哦。好，那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内容，我们介绍了列表以及列表的一些用法哦。那我们下一次见，拜拜。